你有沒有想過，那些成功人士究竟藏着什麼秘密？今天咱就來聊聊《富爸爸窮爸爸》的作者羅伯特清崎。他總結了10條法則，掌握了它们，或許你也能像他一樣玩轉財富，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之路。準備好了嗎？咱們這就開始。第一條，經驗是通往成功的墊腳石。年輕時的清崎跟我們很多人一樣，心裡裝着對成功的渴望，口袋卻空空如也。每當他回憶起那些負債的經歷，總會提起他做的第一次投資。在夏威夷買了一套1.8萬美元的小房子，每個月能多出25美元的收益，對不對？但這25美元帶來的可不是金錢那麼簡單，它是一筆寶貴的經驗，你知道嗎？清崎最厲害的一點就是擅長空手套白狼，用別人的錢來給自己生錢。那套小房子就是他100%貸款買下來的。靠着這次小小的嘗試，他膽子越來越大。後來用同樣的方式，以日為鑑，貸款買下了一處價值700萬美元的商業地產，每月淨賺3萬美元。算下來，他1分錢沒花，每年就有36萬美元的淨收入。你看，如果沒有當初那次小小的摸索，哪來後來得心應手的大投資？所以別小看任何一次嘗試，他們都在默默為你鋪路，讓你走得更堅定。第二條，想有收穫就得先付出。清崎常說，他這輩子掙了很多錢，但也付出了很多。這覺得一個人如果不夠富有，那一定是付出的還不夠多。他看到很多人就像他書裡的窮爸爸那樣，總幻想着能找一份錢多事少、離家近的工作。甚至有些工會的成員每天聚在一起，就是琢磨怎麼幹最少的活，拿最多的錢。清崎覺得這種想法簡直是異想天開。你想啊，成功和金錢可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你得投入金錢，投入精力，甚至要多花心思去尋找那些死工資之外的賺錢機會。這世上哪有什麼一夜暴富？所有財務自由的背後都藏着等價的付出。要知道，工薪階層辛辛苦苦掙的錢，將近一半都貢獻給了稅收，所以光想着從老板那裡多撈點，根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。第三條，徹底顛覆你的理財觀。我們很多人是不是都抱着一種等我有錢了再理財的想法？這種直線型的理財觀，讓你一拿到錢就想着先還債還貸款，剩下一點點才考慮生活開銷，常常是等到最後根本沒錢可理。結果呢，不是在負債的路上，就是在負債的路上。清崎自己也曾破產過，但在他看來，債務不是負擔，反而是個鞭子，敦促他不斷尋找更多賺錢的門路。他的做法是，手裡的錢第一時間不是去還債，而是投入到擴大資產裡，讓這些資產產生的收益再去償還債務和貸款。這就像滾雪球，你讓錢先去生錢，而不是被動的等着錢流出去。第四條，專注是成功的金鑰匙。你知道英文單詞 FOCUS 的每個字母代表什麼嗎？它其實是 Follow one course until successful， 堅持做一件事直到成功。很多會說，別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，分散投資能分散風險。清崎不反對這種做法，但他說他更喜歡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一個領域，比如石油。還記得我們說的第一條經驗嗎？沒錯，經驗是成功之母。清崎認為，如果你在一個領域已經嘗到了甜頭，那就請你堅持下去。你每多投入一次，對這個領域的了解就會更深一層，即使偶爾犯錯，你也會越來越熟練。這就是為什麼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，他就涉足石油領域，直到今天，他還在中國委內瑞拉投資石油公司。世界上賺錢的方法层出不窮，多嘗試沒壞處。但如果你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生財之道，那就別輕易動搖。別人賺錢的方法不一定適合你，只有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第五條，每一次危機都藏着機遇。清崎覺得那些艱難的時刻，往往會為有準備的人帶來巨大的機會。就像我們買股票，市場一片大好時，股價高得嚇人。但如果市場低迷，股價可能跌到谷底，這時候用同樣的錢，你就能買到翻倍的股票。他自己就有這樣的經歷。大概10年前，美國高爾夫市場紅火得不得了，銀行聯繫他，問他願不願意花260萬美元買下日本公司擁有的5個高爾夫球場。連清崎都覺得這筆投資太大了，就沒答應。沒想到3年後，市場行情急轉直下。這時另一家銀行又來找他，說只要他願意買，銀行可以提供全額貸款。結果呢，在市場一片唱衰的時候，清崎1分錢沒花，就拿下了5個高爾夫球場的所有權。雷軍說風口站對了，豬也能飛起來。可到風口真的來了，多少人選擇退縮，又有多少人敢於逆風而上呢？第6條，好的商業模式比產品更重要。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，找到好產品真的不難，剁剁手指就能搜到各種爆款清單。可為什麼同樣的產品，有的人賺得盆滿缽滿，有的人卻虧得事本無歸？富爸爸清崎一句話道破玄機。僅僅有好產品是遠遠不夠的，想要持續獲得收益，建立一個會自己賺錢的商業模式才是關鍵。一個好的商業模式能讓你的企業不再需要你拼命去擴大資本。當很多公司的 CEO 還在四處奔波找投資拉贊助時，清崎的公司早就實現了資本的自動化積累。他把自動盈利的功能直接設計進了商業模式裡。我們都清楚，想要實現財務自由，被動收入是唯一的出路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企業也能像一個自动提款機一樣，源源不斷地為你帶來收入，那是不是太棒了？
第7條，搞清楚你到底在為什麼努力。人有目標才會有動力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要知道這個目標是否值得你付出，或者是不是該換個方向了。清崎把收入分成了3種。第一種，勞動收入，我們身邊的上班族傾盡一生都在為這種收入奮鬥，但在美國，這類收入的近一半都要貢獻給國家稅收。想想看，你辛辛苦苦掙的錢還沒捂熱，就有一半變成了別人的，你還有多少動力去拼命努力呢？第二種，投資組合收益，炒房炒股都算，但這並不是富人會選擇的主要方式，因為它依然需要你投入大量的時間、精力和金錢，而且這部分收益也需要承擔稅費。真正的富人可不會滿足於此。第三種，被動收入，這才是真正的富人獲取財富的主要途徑。只有被動收入才能最大程度上利用政府的鼓勵機制，少交稅，甚至合法避稅。你看，美國對大企業的扶持顯而易見，一個擁有500名以上員工的大企業主，支付的稅金可能還不到20%。像亞馬遜這樣的電商巨頭，不僅在經營和僱傭員工方面稅金微薄，甚至還能從聯邦和各州政府那裡獲得各種優惠政策來減免稅務。再比如埃隆·馬斯克，他研究的高新技術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產業，他所獲得的稅金優惠更是五花八門。第8條，別害怕損失。很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有過數不清的失敗經歷。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·福特在成功之前破產了5次，蘋果的史蒂夫·喬布斯和特斯拉的埃隆·馬斯克都曾被自己的董事會除名。清崎自己也因為投資失敗，損失過幾百萬美元。他說，成功就像嬰兒學步，每一次跌倒後重新站起來，都是成長的必經之路。第9條，把獲取資產作為你的目標。我們以房產公司為例，一家成功的房產公司總是在不斷地獲取新的房產作為商品。這個道理適用於任何商業領域，大到不斷增加地產，小到更新一條 YouTube 視頻，資產就是我們現金源源不斷流入小金庫的最終保障。清崎說過，在他一窮二白的時候，他依然把僅有的錢用來擴大資產。很多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在發跡之前都過着節衣縮食的日子，甚至為了建立資產不惜貼錢做買賣，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夠擁有足夠強大的資產。所以一旦你辛辛苦苦獲得了資產，千萬別忘了繼續擴大它。第10條，停止省錢，學會對沖。有錢人從來都不是靠省錢發家致富的。我們常說能掙會花，會省錢可不算真本事。而且經歷過美國大蕭條和亞洲金融危機，你還沒看透金錢的本質嗎？現在都已經是2024年了，不像古人用金銀交易，我們手裡的鈔票無非是國家的一支財政槓桿。這種東西想印多少就有多少，你手裡的錢說貶值就貶值。美聯儲每年都在加大美元的印發量，你存在銀行的那點利息早就被通貨膨脹甩出了10萬八千里。所以說，與其苦苦攢那一點點錢，不如早早學會對沖，在投資活動中減少自己的損失，保護好自己的財富。好了，今天羅伯特清崎的這10條成功法則有沒有給你帶來一些啟發呢？別忘了，實現成功的核心是學以致用，然後堅持去做。如果你有什麼理財小妙招，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給大家。咱們下期再見。